国足主教练伊万呀，他回应为什么国足又失败了，又踢不进世界杯。他说啊，这个印尼的天气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比较残酷。我就知道昨天他没开空调，就得赖到天气上面。没想到真的天气有很大原因啊。可以。咱们国足啊，之前是几十年如一日踢不进去。之前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这次主要是因为天气。下次都多备一点藿香正气水好了。是什么原因？是场地不行，还是设备不行？是技术不行，还是人才不够？是经费不足，还是教练不行？通通都不是，这些只会越来越好。但为什么会越踢越差？根本原因就是平时一门心思想着如何踢假球，到了关键的大赛上就根本没有能力踢好球。这些球员从进入顶级俱乐部的那一刻开始，就研究如何踢假球，因为假球能赚钱，放水一个球就能赚到我们普通人几辈子拼死拼活才能赚到的钱。赛事成为他们的敛财工具。国足0-1输给印尼，提前告别美加墨世界杯。我不想过多的分析战术，我知道很多人赛后一定会拷打伊万科维奇的什么菱形战术，什么当后腰，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真的我看笑了。我就觉得这场比赛，哪怕主教练是瓜迪奥拉，主教练是安切洛蒂，主教练是恩里克，又有什么用？我们踢得出来吗？我们真踢不出来。说到底呢，国足想靠判罚逆转命运的想法并不现实。国足最大问题其实就是腐败，在中共体制统治下，腐败成窝成风。首先，第一个腐败成窝成风，从上面的这个足协的主席都在腐败，下到一个小球员都在腐败。因为腐败导致优秀的人、优秀的球员根本没办法进到这个里面，因为我没钱啊，我就买不通所有的环节啊，我就进不去啊。连少年足球队他们都给污染了，他们竟然只是在清远的这个足球队输给广州足球队，就是让孩子们踢假球。你说说看，都到了这样的地步，他能打赢吗？他肯定打不赢的嘛。中国足球烂在钱上 money， 烂在腐败，烂在捞取自己国人或者外国人的丑陋无比的无耻的贿赂而踢假球，烂在足球官僚们混吃混喝混工资，大捞赞助和广告的钱，眼睁睁地看着足球运动员烂下去。央视刘建宏也站出来讲述了一段耐人寻味的真实的故事。我来给大家念一遍啊，刘老师刚看到你的视频说你愿意让这个孩子踢球啊，我儿子6岁就送他去踢球，但全是心酸。当年从职业梯队试训看上了，但晚上教练打电话约我出去 KTV， 然后就说要多少钱，保证能进一队，我放弃了，走校园这条路，结果是进初中要送钱，进高中要送钱，进大学还要送钱。我儿子还是属于主力队员，那些替补和上不了场的还要送的更多。儿子现在已经踢到研究生毕业了，大学生比赛是超级组的。我一个经历者把所看到的中国足球从业者都把足球当成一个赚钱的工具。也就是说呢，球只是中共体制中牟利的一个工具，而球员也只是他们的棋子。您不需要天赋异禀走向世界，你只需要听话，按照我党意图去做，这就足够。说你们这么做，就是把我们的20几个人变成你们的提款机，就是一个取款机。我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任何作用。我说你这样做，恐怕很多人就弃之而去。而当时足协某一个关系来讲，无所谓，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现在说一句话，现在这批人没有指望，现在这批人完不成中国这个足球这个冲出亚洲这个命运。球并不重要，中国懂足球至少有500万人，把足球搞起来了没有？没搞起来。重要是要懂足球改革很重要。我投资恒大的乐趣不是在于恒大赢不赢，而是踹开门看见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儿，我才发现足球原来是这样，难怪搞不好。足球其实是一个牟利工具，所以在这里面很多领导压根儿就不是来这里弄足球的，压根儿是借着足球的名义来弄这个的。所以中国足球腐败问题是层出不穷，这是阻碍中国足球发展的最重要的一大原因之一。所以你去看看足协和俱乐部管理层里面一茬一个准儿。这位博主还以李铁为例，他在2015年、2019年担任教练期间，通过行贿和幕后操作影响比赛结果，不仅买通比赛，还留假球。
甚至还利用假合同来掩盖权钱交易。因为只要进入国家队，那就可以天天吃海参了，工资那个赚回来的。所以这种腐败跟权力高度集中有关系，因为只要权力集中，必须要用腐败，不腐败就没有办法权力集中啊。所以这种腐败现象啊，不仅出现在李铁身上啊，中层高层的腐败都非常严重。你是一名专业的足球管理人员，你是一名专业的足球教练，你在这种环境下你能活下去吗？你要不腐败，你要不收贿赂，你就没法活呀，因为他们干的就是你呀，谁让你有能力的呢？还有会踢球的人，踢球踢得好的能在国家队里面生存吗？你有钱吗？你有关系吗？你的心黑吗？真正会踢球的人，真正爱好足球的人，真正会管理足球的人，全都被打压下去了。兄弟们，有人连夜问我啊，李老师，印尼规划连夜被国际足联调查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情况？首先我告诉你们，这个事儿99%印尼最终肯定不会有什么问题。我指的是印尼1会被罚分，2印尼不可能被取消参加世预赛亚洲区附加赛的一个资格。我来给你们讲讲为什么。国足对战印尼毫无悬念，输的那叫一个彻彻底底0-1。哎呦我的妈，就这输啊！这你大鸭蛋你们没吃够咋的？小时候生活那么困难吗？不本个鸭蛋你怎么对不起这顽强的精神咋的？68年呢啊，头一回让人起梗梗上拉屎啊！真的就是我爹活那辈儿他都没输过的事儿。你们这辈儿真的把祖宗的脸面都拿出来放地下碾压了，是怎么好意思的呢？啊！怎么个球都是传成这样的？我操！是的，国足又输了，0-1不敌印尼，彻底无缘2026美加墨世界杯。在重庆和巴林的比赛更是已经成了纯粹的荣誉之战。4年又4年，人生到底又能有多少个4年呢？国足无缘美加墨世界杯。我请问国足，俺们踢的叫生死战吗？俺们不纯在就生死看淡吗？落后1个球的情况下，在后场倒来倒去，全是些无效传球，你是那种不紧不慢的，倒以为咱们是那个领先的那个呢。你说印尼踢的有多好吗？那不纯咱们踢的臭吗？赛后采访还说啊，踢的很顽强，那可不顽强咋的？人家那个队员一个都跟那个饿狼扑火似的，满身的都是精神气头。你们可都好，跟他们村口2大遛弯的，就怎么说吧，就脑出血加那个脑梗后遗症，走不了。跑不快，抢不过来，那球让你们叫一个踢的，就我这个纯业余，啥也不会，我估计也能跟他们溜2圈，真的一样都是输嘛啊！什么东西上半场踢的很难受，你也不是什么强队，你比如打日本打成这个样子，咱们就认了；打澳大利亚我也认了，打印尼打这样就很气，就很憋屈。7-0，真的，我天哪，7-0。欺负人的天气。好的，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请您记得点赞、订阅、留言，并且分享给您的朋友们，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